为了睡个好觉，我请来了整支死亡摇滚乐队。不是我爱闹，是楼上那个女人非要逼我出手。她每天准点剁馅，震得我脑仁生疼。我好言协商，她转头就造黄谣，说我上夜班是出去卖的。从那以后，邻居看我的眼神像看脏东西，还有猥琐男凑上来问我一晚多少钱。他们都以为我嘴笨好欺负，可听着死亡吟唱的靠近，我知道整个小区即将迎来他们的话事人。不知是第几次被奇怪的声响吵醒，一看手机，早上9点。我每日凌晨5点下班，回到家最早也要7点才能睡觉。好不容易睡着了，又要被这声音吵醒。那声音一般会持续到中午11点，我的心脏蹦蹦跳，感觉下一秒可能就要猝死了。到底是谁？到底在搞什么东西？我穿上衣服，顶着青黑的眼圈和布满红血丝的眼睛出了门。先是对门，再是楼下，然后是楼上。我挨家挨户的贴着邻居的门细细聆听，终于被我找到了声音的出处，是楼上的邻居。我小心翼翼地敲了敲门，没人开。或许是因为那噪音盖过了我的敲门声。我本是个很社恐的人，现在还是早晨，邻居应该都没醒。要是我现在用力敲门，他听得听不到不好说，别的邻居肯定能听到。想到这，我敲门的手放了下来，准备打道回府。可就在这时，那声音停下来了。我赶快用力敲门，门内的人扯着嗓子问：“这大清早的，谁呀？”他也知道这是大清早，他推开门，手持沾了肉和葱花的菜刀走了出来，围裙上还有饺子馅和面粉。这下我终于知道那是什么声响了，原来每天吵醒我的是剁馅的声音。怪不得我听到那个声音总是做被剁成肉馅的噩梦。楼上的邻居平日里不是好惹的主，大家都叫他刘婶。之前就是他带着一帮人霸占了楼下的篮球场，跳广场舞。我小心翼翼地询问他以后能不能换到下午剁馅，这个点很吵邻居睡觉。他瞪大了双眼，叉起了腰，眼看就要对我破口大骂。我连忙解释自己每天上夜班，白天才能休息，最近实在是睡不上好觉。可他却说这不关他的事，整栋楼都没意见，就我事儿多。说罢，他将门狠狠地摔上，关门的风吹在我的脸上，感觉都更清醒了。无奈之下，我只好去宾馆开了钟点房。一连好几天我都去了钟点房，睡是睡好了，可钱包实在是吃不消。我心中也憋着一股委屈，明明有家却不能睡觉。思来想去，我买了一款顶级绞肉机，来到他门前，我说他天天剁饺子馅也太辛苦了，这是我专门去给他买的绞肉机。没成想他竟然还生气了。你什么意思啊？我们家是买不起绞肉机吗？我赶紧赔不是，连连表示只是心疼他太累了。几个路过的邻居看到了窃窃私语，说她老公连个绞肉机都舍不得给她买。此话正戳中了刘婶的心坎，她涨红了脸，用高8度的音调对我说：“绞肉机绞出来的肉比我手剁的差得远，我老公只吃我纯手工做的馅。”我依然坚持要他收下这个绞肉机，也算是我的一种示好。可他竟然恼羞成怒：“你这个不知好歹的小婊子，到底想干嘛？”他一把将绞肉机拍倒在地上，绞肉机的玻璃全碎了。那声响把周围看热闹的邻居都吓了一跳，我羞红了脸，立马跑回了家。没想到我和解不成，反倒让矛盾激化了。过了2天，不知为何，我感到小区的人看见我就躲着我走，他们好像还互相议论，悄悄对我指指点点。一次我下楼，见到有邻居也准备出门，我微笑示意，可他看到我却突然把门关住，在门内说晦气。还有一次，一个邻居在门口放垃圾，看到我便对我吹口哨，十分冒犯。这样情况在最近数不胜数，我好像被整栋楼的人针对了，但我顾不上那些。我因为睡不醒，精神每况愈下，上班走路感觉人都是飘着的，戴耳塞，吃褪黑素，能用的办法我都用了，可那声音依然捶打着我的心脏，我实在难受，便请假去了医院。结果医院诊断我得了神经衰弱，刘婶剁馅的声音只增不减，我忍无可忍，只好去找物业，可物业却一脸无所谓地说603业主剁馅是在上午，这属于正常范围内，我们也管不了。接着他一脸鄙夷地看着我说：“正常人哪有白天睡觉晚上上班的？不是我说，有些人年纪轻轻，不如去学点东西，干点正经的好的。”这话是我以彼之道还彼之身了。回家路上我碰到了刘婶，她歪嘴斜眼的看着我说：“哟，今天早上怎么有空啊？
昨晚没上班？我冷漠地看了他一眼，没有回应。他继续自顾自地嘲讽道：哎呀，要我说你们这些年轻人还是尽量找个正经工作的好，别到时候呀连老公都找不上，想包饺子都没人吃。我攥紧了拳头，声音带着哭腔，向刘婶解释我的工作性质。可她年龄大，说了也不懂，只觉得是我为了掩饰事情瞎编出来的。回到家，我立刻拨通了从小一起长大的表弟的电话。表弟身高1.88米，平日酷爱健身，浑身肌肉腱子，脸上是眉钉、唇钉、酒窝钉，身上的纹身从脖子长到脚趾。他青春期时因为跟别人打架，脸上还留下了一道去不了的疤。我跟表弟说了最近的遭遇，他立马表示过来住一段时间，让他来帮我好好惩治一下这帮恶人。我拖着行李箱离开时，又在小区撞见几个油腻的中年男子对我窃窃私语，他们以为我听不到，可实际上我听得一清二楚。这小妞怎么要走了？走了也好，谁知道身上有什么传染病？就是。他们发出刺耳的嬉笑声，我直径走到他们面前。你们可知造谣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有本事你就告我去啊！说完又发出几阵令人作呕的笑声。我自觉力量悬殊，便不再理会他们，转身就走。等我那气势威猛的表弟住进来，刘婶和他们的报应就来了。很快，表弟将他的设备全都搬到了我屋子里来。不仅如此，他还叫了几个乐队的兄弟，玩贝斯的，玩电子琴的，他们个个人高马大，身上不是纹身就是铆钉，活脱脱一个叛逆摇滚交响乐队。我特意嘱咐他上午9点左右，刘婶可能就要开始剁馅了，而他和他的朋友们晚上才醒，直接喝到第二天，特意为我做准备。到刘婶剁馅的时候，他们喝的也差不多了。听到剁馅声，各个乐手拿起自己的宝贝，一下就盖过了刘婶的声音。那声音不仅盖得过刘婶，甚至整栋楼都在颤抖。刘婶的位置自然是听得最清楚的。那摇滚乐一响，刘婶吓得把刀都掉在案板上。随着死亡摇滚的撕裂唱法，架子鼓声简直是一下一下敲在刘婶心脏上。刘婶来到我家门口，破口大骂：你个小贱人要死啊！我要是犯了心脏病，你负得起责任吗？表弟一行人根本没听到，很多人陆陆续续的来到我家门口，都以为这扇门背后住着的还是那个礼貌的女子。终于，一个男人率先带头，疯狂砸门。表弟这才听到，开了门，一股浓重的酒味瞬间窜出来，众人愣住了，就连那个砸门的男人，在表弟面前也像一只怯懦的小狗。表弟的朋友也一起走到门口，见这阵仗，有几个人立马吓得赶紧离开了。表弟拿着酒瓶，仰头闷了一口，随后慵懒地开口道：何事？刘婶被推到最前面，毕竟她手上还握着剁馅的菜刀，而且平日里有关我的风言风语也是因她而起。大家都知道她对我意见很大，可见到表弟，刘婶却没了往日的风头。众人也久久无人开口。表弟握着酒瓶的手抱满青筋，向前一步，脸贴着脸，盯着那个捶门的男人说：你找我有事？表弟的朋友们也应声附和：你找我兄弟有事？没事没事，我就是看他们一堆人不知道在吵什么，上来看看。众人鄙夷地看着那个男人，却也没人敢站出来说些什么。表弟又看到拿着菜刀的刘婶，一下就看出来是我口中所描绘那人。他故意把头低下，走近刘婶，把脖子露出来，挑衅地说：阿姨，我看你拿着菜刀是想干嘛？要砍人啊？来朝这儿砍！刘婶吓得连连后退，刀都掉在地上。表弟把刀捡起来，又把刀柄重重地放在刘婶手上。怎么把刀都掉了？阿姨，你不是还要回去剁馅吗？这掉地上得多脏啊！刘婶瞬间想起前些天我上门找她理论，立马明白表弟是我找来的。她紧紧握住刀柄，表情憎恶地盯着表弟说：那个臭婊子去哪儿了？前些天我剁个饺子馅儿，他都要上门跟我理论，害得我被邻居嘲笑。你就是他特地找来报复我的小混混吧？表弟眉头一皱：大妈，你嘴巴放干净点。我姐是海归硕士，我是持证上岗的架子鼓老师，我们都是正经人。随即他用手指将刘婶对着他的刀按下。用刀指人可是不礼貌的哦。阿姨，你一把年纪了，怎么连这都要教？最后表弟声色俱厉地质问道：你每天早上9点准时剁馅儿，剁到11点，怎么只许你吵别人，不许别人出声？刘婶瞬间被噎住，脸涨得跟猪肝一样，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其他邻居本来就是被刘婶撺掇来的，一看这架势，转头就溜回了家。刘婶放了几句不痛不痒的狠话，也灰溜溜地摔上了门。那天之后，整整3天，楼上没再传来一声剁馅的声音。我和表弟又换了回来，可我心里总是有些隐隐不安。果然，第4天一早，我家的门锁被人用胶水堵得严严实实。这事绝对是刘婶干的。我找开锁师傅折腾了半晌，又花了1000块钱才把门打开。之后，我去买了4个高清夜视监控，凡是能拍到我家门口的位置，全给装上了。我以为他看到我装了监控，总会收敛一点。
可我还是低估了他的不要脸。当天凌晨，我下班刚出电梯，就闻到一股刺鼻的馊臭味。低头一看，被人倒了满满一袋烂菜叶和剩饭菜，连门缝里都渗进一些汤汤水水。监控里清清楚楚拍下了作案人的脸，正是刘婶。我盯着监控回放，气得手都在抖。我拿着平板直接上楼敲了刘婶家的门。她开门看到我手里的监控画面，一副毫不畏惧的样子。现在 AI 发达得很，你以为我不懂啊？你不就想故意陷害我吗？我懒得跟他废话，直接找到了物业经理。我把刘婶堵锁眼、倒垃圾的监控，还有之前医院的神经衰弱诊断书，全拍在了经理的办公桌上。你不要再搞这些小动作了，再这样我就直接上报。经理当着我的面给刘婶打了电话，明确告诉刘婶，再搞这些小动作就直接上报社区和派出所。我以为有了物业的警告，刘婶总会安分一点，可我没想到，他转头就在小区里造起了更离谱的谣。一天，我接到了物业经理的电话，他说有业主举报我们家聚众赌博，还有人报了警，警察马上就要上门检查。我直接跟经理说，欢迎警察同志的到来，可要是查不出问题，那造谣的人就得负法律责任。那天警察仔仔细细把屋子查了个遍，只找到表弟留下的一些乐器。警察还特意科普，再乱传谣就要按诽谤处理了。我以为这事到这，刘婶总该怕了，可我没想到，她不仅没怕，反而找来了更多的帮手，要跟我死磕到底。那天我被一群跳广场舞的大妈围住，带头的正是刘婶，他们张口就骂，翻来覆去就是那些造谣的话。周围围了一圈看热闹的邻居，没人敢上前帮我，我气得浑身发抖，冷冷地看着刘婶。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录下来了，咱们法庭上见。哈哈，刘婶听到这话，反而笑得更嚣张了。你一个小姑娘还敢跟我打官司，简直是不自量力！我没再理他，推开人群就回了家。那天晚上，我把所有的录音、监控、医院的诊断书全都整理了一遍。我越整理越委屈，明明我才是受害者，却要被人这么造谣污蔑。就在我红着眼眶的时候，门铃响了。我开门一看，是住在楼下的一个宝妈，怀里还抱着刚满1岁的孩子。她进门之后，小心翼翼地跟我说：“我也是被刘婶的剁馅生吵了快1年了。她家孩子每天上午都被剁馅生吓得哇哇哭。我愿意给你作证，证明刘婶长期扰民。”他还跟我说，小区里不止他一个人，被刘婶欺负过的人多了去了。那之后，陆陆续续有邻居来找我，有之前篮球场被刘婶霸占的小伙子，有被刘婶抢过车位的大爷，还有被他在背后造过谣的阿姨，他们都愿意给我作证。说白了，大家之前都是敢怒不敢言，他被刘婶缠上，惹一身麻烦。现在看到我敢站出来跟刘婶硬刚，大家都愿意站出来给我搭把手。我把大家的证词全都一一记录下来，签了字，按了手印，这些全都是之后打官司的铁证。而另一边的刘婶还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孤家寡人，她还是每天带着那几个老姐妹撺掇其他邻居一起孤立我们。可这次没人再搭理他们了。刘婶察觉到了不对劲，可她非但没反思自己，反而觉得这一切都怪我。要是没有我，她还是那个在小区里说一不二的刘婶。一天上午，我突然被一阵比之前剁馅声还要刺耳的震动声惊醒了，整个屋子都在晃，连桌子上的水杯都在抖。那声音不像剁馅声，而是持续不断的低频震动，止不住的钻到耳朵里，连心脏都跟着一起抖。我头痛的蜷缩在地上，立马给表弟打了电话。不一会儿，他带着2个兄弟赶了回来。一进门，听到那震耳欲聋的震动声，脸瞬间就黑了。刘婶这是买了震楼器，她把音响直接贴在了天花板上，正对着楼上刘婶家的客厅。然后她跟乐队的兄弟说：“等楼上的震楼器一开，我们就放最燥的音乐。”果然没过10分钟，楼上的震楼器又响了。表弟二话不说，直接按下了播放键，死亡摇滚从音响里炸了出来，比震楼器的声音大了不止10倍，整个单元楼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刘婶家的吊灯都跟着音乐在打转，震楼器的声音被完全盖得连一点都听不到了。没过5分钟，楼上的震楼器就停了，紧接着就传来了刘婶疯狂砸地板的声音，还有她歇斯底里的骂声。表弟根本没理他，音乐就这么一直放着，放了整整2个小时，直到楼上彻底没了动静，他才按下了暂停键。表弟拍拍我的肩膀：“姐，对付这种人就得以恶制恶。”我点点头。不恰当的讲，刘婶可能也是这么想的，不过他才是那个恶。这次他直接把他儿子那刚出狱的儿子叫了回来。那天我突然听到楼下传来一阵吵吵嚷嚷的声音，只见刘婶带着一个纹着花臂的年轻男人，正指着我们家的窗户，在跟周围的邻居说什么。刘婶一边说一边哭，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样子。就那个陆宁在家放音乐震他，欺负我一个老太太，逼得我都快活不下去了。他儿子在一旁听得咬牙切齿，
当场就放狠话，谁敢惹我娘，我拆了他们家。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倒不是怕他闹事，是怕他跟表弟打起来，到时候不好收场。我赶紧给表弟打了电话，跟他说了这事。表弟当时正在跟乐队的兄弟排练，接到电话，笑着让我别担心。没过10分钟，表弟就带着他那几个乐队的兄弟回了小区。刘婶的儿子看到表弟一行人，气场比他强太多，刚才的嚣张气焰瞬间就灭了一半。可他还是硬着头皮指着表弟的鼻子放狠话：“赶紧滚，不然让你们好看！”表弟根本没跟他废话，只是往前走了一步，居高临下的看着他。兄弟，你妈天天早上剁馅儿，吵得人没法睡觉。我们好声好气的跟她沟通，她不仅不听，还堵锁孔、倒垃圾、造黄谣，这些事儿你知道吗？刘婶的儿子瞬间就愣住了，他显然不知道前因后果。我继续补刀：“你刚从狱里出来，怕不是想带着你妈再回去吧？”周围的邻居也你一言我一语的把刘婶之前干的那些事全都说了出来。刘婶的儿子听完，脸一阵红一阵白，当场就炸了。他非但没帮刘婶出头，反而把刘婶教育了一顿。妈，我在里面学到的最大的道理就是要本本分分做人，咱不要再惹是生非了。刘婶脸都丢尽了，当场就坐在地上撒泼，说儿子不孝，胳膊肘往外拐。可他儿子根本没理他，转身就跟表弟道了歉。说完就拽着哭哭啼啼的刘婶回了楼上。我看着这一幕，心里说不出的解气，连他儿子都骂了他，这次他总该彻底安分了吧？可我还是高估了他的底线。消停了不到3天，他又开始作妖了。这次他不敢再搞噪音，也不敢再当面造谣了，而是偷偷摸摸的在小区的公告栏、电梯里贴满了我的大字报。大字报上全是不堪入目的黄谣，还有他偷偷在小区里拍的我的照片，上面写着我做不正当生意，有传染病，还带黑社会回来威胁邻居，整个小区都炸开了锅。我气得浑身发抖，眼泪当场就掉下来了。刘婶怎么能恶毒到这个地步？愤怒和委屈充斥着我的心底，这事绝对不能就这么算了。刘婶之前都只当一些邻里的小打小闹，这一次我要让你为自己做的所有事付出应有的代价。那天我把所有大字报撕下来拿回家，带着之前整理的所有证据和医院的诊断书，直接去了律师事务所。律师明确跟我说，刘婶的行为已经涉嫌侮辱、诽谤，还有寻衅滋事，不仅可以要求她公开道歉、赔偿精神损失费，甚至可以追究她的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律师函当天就寄给了刘婶，没想到她来我家疯狂砸门，歇斯底里的骂我：“你这个不要脸的贱人，还敢告我？大不了我也不活了，死在你家门口，让你背上人命！”我当时在屋里根本没开门，只是把他骂我的话全录了下来。他在门口骂了半个多小时，惹得好多邻居围观。物业经理给我打了电话，说刘婶在物业办公室哭，让物业出面帮他调解撤诉。我一字一句的跟经理说，调解可以，前提是他把所有贴我大字报的地方都贴上公开道歉信，1个月不得撕毁，否则法庭上见。刘婶听后当场就炸了，我就算是死，也绝不可能道歉。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掉泪。没想到还没等我这边开庭，他先把自己送进了派出所。刘婶最后被行政拘留5日，2个老太太也被教育了一通才放回家。这个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小区，之前那些跟着刘婶一起造谣的人全都慌了，一个个都急着跟刘婶划清界限。最先来找我的是那几个中年男人，那天他们堵在我家门口，求我不要告他们。之前他们说那些不堪入耳的脏话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我跟他们提了和刘婶一样的要求，他们立刻点头答应。当天之前贴着我大字报的地方就贴满了他们的道歉书，紧接着一些老太太也纷纷来找我道歉，说之前都是刘婶逼他们的，不然刘婶就不让他们跳广场舞。可我心里知道，他们之前不过是看我好欺负，就跟着刘婶一起起哄，现在看到刘婶被拘留了，就赶紧甩锅保命。但我还是给了他们一个机会，只要他们愿意出庭作证，我就可以不追究他们的责任。他们想都没想就一口答应了下来。这下刘婶所有的帮手全都倒戈了，而我手里的证据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扎实。5天之后，刘婶从拘留所出来了。一天我开车上班，却发现4个轮胎全被扎了，车身还被五颜六色的喷漆喷上了侮辱性的字眼。我气得眼前发黑，立马报了警。警察调取了监控，画面里刘婶带着2个老太太在我车上糟蹋了半个多小时。警察立马将刘婶等人一起带回了派出所，我也跟着去了派出所，提交了车损的报价单2万。在派出所里，刘婶也终于知道怕了，之前的嚣张气焰全没了，她浑身发抖，哭着跟警察说：“我就是一时糊涂，求求陆小姐原谅我吧。”其他2个老太太更是吓得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刘婶身上。我们什么都不知道，都是刘婶让我们干的。警察跟他们说，故意损坏他人财物，不仅要赔偿，还可以行政拘留，甚至追究刑事责任。刘婶一听，当场就哭瘫在了地上。她老公也赶来了派出所，一个劲的跟我道歉，说他愿意全额赔偿我，求我出具谅解书，放过刘婶。可刘婶之前故意伤害我的时候，又何曾想放过我？我当场就拒绝了她老公的请求。该赔的钱1分都不能少，但谅解书
我不可能出。小区里的邻居全都躲着她走，她也算终于尝到了当初我被整个小区孤立的滋味。可就算到了这个地步，她还是不肯给我道歉。她老公又来找过我好几次，每次都是提着一堆礼品求我撤诉撕了，可我每次都直接拒绝了。我从一开始要的就不是钱，我要的是一个公道，是一句道歉，是让她为自己做的所有恶事付出应有的代价。我跟她老公说，私了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刘婶亲自来给我道歉，在小区里公开给我澄清，不然我一定会将官司打到底。她老公听完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灰溜溜的走了。其实我也知道，他根本劝不动刘婶。刘婶那种人只会觉得是我不对。果然没过几天，我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刘婶反而把我给告了。她告我扰民，说我表弟在家放音乐，震坏了他家里的东西，现在要求我赔偿他10万块钱的精神损失费。他竟然还敢先告我，也好，既然他非要把脸凑上来让我打，那我就不客气了。这场官司我奉陪到底。我第一时间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刘婶做的每一件坏事都有实打实的证据证明，根本赖不掉。可就在开庭的前3天，出事了。刘婶突然在家晕倒了，被她老公紧急送到了医院。这个法庭上见。他听完我的话，脸色瞬间煞白，憎恶地瞪了我一眼才走。我知道刘婶肯定不会就这么算了。果然，没过几天，小区里就又开始传谣言了，说我把刘婶逼得住院了，还不肯善罢甘休，一点人情味都没有。那些谣言不用想都知道，是刘婶和她老公散播出来的。他们现在又在小区里打同情牌。一开始确实有几个不明真相的邻居被他们带了节奏，说我既然已经拿到了赔偿，刘婶也被拘留了，就没必要再赶尽杀绝了。可这些话，但其他知情的邻居都对了回去，大家把刘婶之前做的那些事一件一件的摆了出来。那些不明真相的邻居便没再跟着传谣言了。刘婶和她老公的这一招又落空了，不仅没博取到同情，反而让大家更反感他们了。而我这边根本没心思理会这些谣言，我趁着开庭延期的这1个月，又收集到了更多的证据。而医院里的刘婶也没闲着，她找到了一家媒体，想把这件事捅出去，利用舆论来给我施压。那天我正在上班，突然接到了朋友的电话，他说在本地的一个民生短视频账号上看到了关于我的新闻。视频里，刘婶的老公对着镜头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诉，说刘婶被邻居欺负，现在被气得住院了，对方还不肯善罢甘休，非要逼死他们。视频的下面还有很多不明真相的网友在评论里骂我，我直接把视频保存了下来，交给了我的律师。律师跟我说，这正好又是一个新的证据，他们发布虚假信息属于恶意诽谤，不仅他们要承担民事责任，连发布视频的账号也要承担连带责任。律师当场就给那个短视频账号和刘婶愤然老公发了律师函，要求他们立刻删除视频，公开道歉，否则就一并告上法庭。账号运营方收到律师函之后才知道事情的真相，他们立刻删了视频，还专门发了一条澄清视频。这条视频里事情的前因后果还有我们提供的证据都清清楚楚。这下舆论瞬间反转了，全都反过来骂刘婶和她老公。刘婶和她老公本来想利用舆论给我施压，结果没想到完
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法院也给刘婶的老公打了电话，他们被警告不要再搞小动作，否则就按妨碍司法公正处理。刘婶彻底没辙了，很快她就出院了，法院也重新定了开庭日期，就在1周之后。这次她再也找不到任何理由拖延开庭了。这一次刘婶是彻底慌了，她天天在小区里堵我，疯狂求我原谅。那天我下班回家，她一看到我就直接给我跪了下来，哭着跟我说，我知道错了，我不该扰民，不该造你的谣，不该花你的车，求你大人有大量，撤诉吧。只要你不告我，给你磕头道歉也好，再给你点钱也好，都行。周围路过的邻居都围过来看热闹，我看着跪在地上的刘婶，心里没有一丝波澜。当初她把我逼得走投无路，天天做噩梦，差点猝死的时候，怎么没想过给我留一条活路？我往后退了一步，躲开了她的下跪，冷冷地跟她说，晚了，当初你做那些事的时候，就该想到会有今天，法庭上见吧。说完我就绕过她回了家，她在我身后哭得撕心裂肺。之后的几天，她又找了很多人来当说客，物业、楼长，甚至还有我远房的一个亲戚，都劝我差不多算了，可我全都拒绝了。我不是得理不饶人，我只是想要一个公道。如果我这次轻易原谅了他，那他以后只会变本加厉，还会有更多的人被他欺负。我必须让他知道，做错了事就一定要付出代价。开庭那天，我带着整理好的所有证据和律师一起去了法院。法院门口，刘婶和她老公早就到了。刘婶看到我，眼神躲闪，整个人都缩在她老公身后，完全没了之前的嚣张样子。开庭之后，法官先让原告陈述诉讼请求。刘婶的律师拿着起诉状，颠三倒四地说着那些颠倒黑白的话。我把铁证摆在法官面前，刘婶坐在被告席上，脸越来越白，浑身都在发抖。她的律师也越来越没底气，说话都开始结巴。法官问刘婶，被告所述都是真的吗？他当庭承认了，所有的事都是他做的。最后，法院支持了我们的全部反诉请求。刘婶要给我贴公开道歉信，且不能低于30天。同时，刘婶需赔偿我的医药费、修车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8万余元。除此之外，法院还向派出所和社区发送了司法建议，建议对刘婶之前的寻衅滋事行为进行进一步的处理。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不是难过，是释然。这场持续了快半年的闹剧终于结束了。判决下来之后，刘婶没有上诉，她知道就算上诉也根本没有赢的可能。可到了要贴道歉信的时候，她又开始犹豫了。她老公又一次找到了我，小宁呀，你看能不能私下道歉，就别在小区里贴公告了。你刘婶她实在是丢不起这个人。我可没有这样的意，当初她造我谣贴我大字报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我丢不丢人？她老公又是什么都没说就走了。第二天，刘婶手写的道歉信如愿贴在了小区里，邻居们都围在公告栏前看，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着，没人同情刘婶，大家都说这是她罪有应得。之前被她欺负过的邻居更是觉得解气，说终于有人治得了她了。而刘婶自从道歉信贴出去之后，就彻底没脸在小区里待了。刘婶彻底成了孤家寡人。有邻居跟我说，经常能听到刘婶家传来吵架的声音，她老公天天跟她吵，怪她把好好的家搞得鸡犬不宁，还在小区里抬不起头。可就算到了这个地步，刘婶还是没有彻底安分。她在背后偷偷跟人说，我是靠着不正当的手段赢了官司。看来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刚好这时，派出所要针对刘婶之前多次寻衅滋事的行为做进一步的处理。警察给我打了电话，让我去派出所配合做笔录。我把之前邻居给我的所有的证据又提交了一遍。警察跟我说，刘婶的行为已经符合寻衅滋事的认定标准，会依法对她进行处罚。没过2天，派出所的处罚决定书就下来了。刘婶因多次寻衅滋事，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消息传出来的时候，刘婶直接在家崩溃了。她怎么都没想到，自己只是跟邻居吵个架，竟然会被拘留2次。她老公又一次来找我，这次她直接给我跪了下来，我把她扶了起来，跟她说这是法律的规定，不是我能决定的。当初她做那些事的时候，就该想到会有今天的后果，法律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她听完我的话，坐在楼道里捂着脸哭了很久，最后失魂落魄的走了。第2天，刘婶就被警察带走了，执行行政拘留。她被带走的那天，在小区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大家都说这次刘婶是彻底栽了，以后再也不敢在小区里横行霸道了。而那些之前跟着刘婶一起造谣起哄的人，一个个都吓得不行，他们纷纷删掉了之前在小区群里发的造谣言论，再也不敢说一句关于我的坏话。小区里的风气一下子就好了很多，之前那些喜欢在背后嚼舌根、乱造谣的人都收敛了很多。大家都知道造谣是要负法律责任的。10天之后，刘婶从拘留所出来了，她的头发白了一大半，眼神浑浊，连走路都没什么精神。偶然在小区里碰到我，
他就立马躲开，连跟我对视的勇气都没有。没过几天，我就看到中介带着人去刘婶家看房子了，他们要把房子卖掉，搬离这个小区。刘婶要卖房子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小区，没人觉得意外，毕竟他在这里已经彻底待不下去了，名声毁了，人缘没了，走到哪里都被人指指点点，换谁都待不下去。房子挂出去没半个月就成交了，听说卖的价格比市场价低了不少，就是为了快点出手，赶紧搬走。搬家的那天，我刚好在家，我站在窗户边，看着搬家公司的车停在楼下，工人一趟一趟的把家具往车上搬。刘婶和她老公站在旁边，全程低着头，一句话都没说。之前跟她吵过架的邻居站在不远处看着，没人上前帮忙，也没人上前说话。整个搬家的过程安安静静的，没有一个人过来跟他们道别。他们搬完最后一件东西，上了车，车子缓缓开出了小区。自始至终，刘婶都没有往我家的方向看一眼，她就这么走了，再也没有在这个小区里出现过。刘婶搬走之后，小区里彻底恢复了安宁，篮球场再也没有被广场舞霸占，年轻人可以正常打球了，楼道里再也没有奇怪的噪音，大家都可以安安稳稳的在家休息。小区里再也没有人乱嚼舌根，邻里之间的关系都和睦了很多。每天凌晨下班回家，我再也不用担心第二天上午会被奇怪的声音惊醒，再也不用戴着耳塞睡觉，不用吃褪黑素，不用去宾馆开钟点房。小区里的邻居见到我都会主动跟我打招呼，笑着问我最近过得怎么样。我的神经衰弱也慢慢好了起来，再也没有做过那些被人追杀的噩梦。之前那些躲着我走的人也都主动跟我道了歉，说之前是他们听信了谣言，对不起我。我笑着接受了他们的道歉，事情过去了，我也不想再揪着不放，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段暗无天日的日子，也永远都不会忘记面对恶人一味的忍让只会让对方得寸进尺。日子就这么安安稳稳的过了1个多月。有一天，物业经理给我打了电话，说社区要举办邻里和谐的宣讲会，想请我去给大家讲几句，分享一下这次的经历。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答应了。宣讲会那天，小区里来了很多邻居，坐得满满当当的。我站在台上，跟大家讲了我这大半年的经历，从最开始被噪音吵醒，上门沟通被拒，到被造谣、被堵锁眼、被划车，再到最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告诉大家，邻里之间发生争吵时，我们要学会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接着，我又以刘婶举例，不要用极端的方式去报复对方，那样只会害人害己。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宣讲会结束之后，很多邻居都过来跟我说话，他们说之前他们遇到刘婶的欺负，都选择了忍气吞声，现在才知道遇到这种事就该站出来，用法律保护自己。还有几个跟我一样做夜班工作的年轻人，他们之前也被邻居的噪音吵得没法睡觉，却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终于知道该怎么维护自己的权益了。那天我特别开心，我没想到我的这段经历竟然能帮到这么多人，我也从来都没想过我一个社恐的小姑娘竟然有勇气跟一个横行霸道了10几年的老太太硬刚到底，甚至我还把她告上了法庭，拿到了属于自己的公道。很多人都说我太较真了，一点小事而已，没必要闹到这个地步。可只有我自己知道，这从来都不是一件小事，这是我休息的地方，是我的底线。我只是在保护我自己，保护我的家。如果连自己的家都不能安安稳稳的待着，连自己的名誉都保护不了，那我努力工作，努力生活又有什么意义？这件事之后，我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做人要善良，要懂礼貌，要给别人留余地，但你的善良必须带点锋芒。面对那些得寸进尺、欺软怕硬的恶人，你的一味忍让只会被当成软弱可欺，你的退一步换来的从来都不是海阔天空，只会是对方的变本加厉。该硬气的时候一定要硬气起来，该拿起法律武器的时候一定不要手软。只有你自己站出来保护自己，别人才会尊重你。从那之后，小区里的邻里关系越来越和睦，大家遇到矛盾都会好好沟通，再也没有出现过之前那种欺负人的事。而我也终于在这个住了好几年的小区里找到了真正的归属感。之前我总觉得这里只是一个睡觉的地方，现在我才知道这里是我的家。